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DIY 里最重要的框架结构。如果你想自己 DIY 画框、置物架、花架、书架，甚至自己做橱柜、衣柜的话，这部分内容是你最需要掌握和第一步就要理解的。搞懂了它，你就能搞定90%以上的家具，即使不自己做，坏了也知道怎么修。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4根木条组成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框，它可以是画框、相框，也可以做成展示框，放些自己收集收藏的小东西。把木条加宽变成木板，竖起来就是置物架，给它加个底板就是最常见的抽屉了。把木板立起来拼，那就是花盆。两个边延长做成2组，和木板拼起来就是桌子。木板再加宽，那就属于板材了，这个更直观，随便一拼就是书架、柜子，加个顶就是橱柜，加个腿就是电视柜。除了木头，铝型材、螺栓、光轴、水管之类的金属也可以做成框架，这部分我们后面会细说。所以框架结构的构成其实很简单。框架以外不太理解的其他部位，像背板、横板、横条、大面积实木板的穿戴一类的部位，都是加固、增加承重，让彼此密合、抗形变和防翘曲之类的作用。少了它们成品会不稳，有了后稳定性、承重都会高非常多。尺寸部分我们先不说，大部分人迷茫的地方其实还是在于材料和材料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连接的。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讲结构，更重要的是把实木板材、铝型材、轴这4大类的连接方式和大家说清楚。从小到大，我们先说木条。所有的条形框大多都是用2个45度拼成90度的，原因是这样既能保证它是直角，外观也更好看。这个45度用电动工具锯的话最快，一下就好了。手工锯的话，新手建议用45度锯盒辅助，这样能保证你不锯歪。锯盒可以网购买，就是质量很一般，都是空心的，凑合用。想要结实耐用，有 3D 打印机的话，有现成模型可以打，把填充密度调高就好了。自己打印的强度能比网购的好非常多。锯好45度以后就是固定了，想要省事些，用气钉枪哒哒哒几下就完事了。大量制作规范点的就是用 V 型气钉枪，网购的大多都是这种，你可以看一下你手里的。不过普通人家里一般都没空压机和钉枪，手工固定2次加工要用胶，先用胶带和美纹纸临时固定抹上它，胶要用家具加紧，这样才更牢。有这种4个角一起的，一次做多个框不够用，不想多花钱的话，也可以用 3D 打印现成的这种直角固定器，它的强度也够用，它还能支持不同厚度的木材。只抹胶只要夹得够紧，强度其实也没问题，只是里面少了筋骨，心里不踏实，所以大多都会进行2次加固。简单点的方法就是钻斜孔后抹胶穿榫柱。我的画框墙就是这样用废木条做的，买的话这套正版的要5位数，我自己做也就打印个画芯，其他材料基本上不用钱。钻孔时我打印了个辅助工具，可以避免钻歪。没有 3D 打印机的可以贴着45度斜面钻。其他的2次固定方式也有，比如榫卯和榫片，这2种也更好看，但对手工技术和工具要求很高，新手不推荐。木板之间最简单粗暴的连接方式肯定是气钉枪了，再简单粗暴些就是直接拧螺丝。螺丝用对了，数量够多，稳固度也完全够。不清楚用哪种螺丝的话，可以看这期，我用微距镜头和模型模拟把基本上所有类型螺丝都讲清楚了。好看又结实，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燕尾榫了，主流家具都是用它连接固定，牢固又好看。燕尾榫豁口的深度大多都是板材的厚度，制作划线的时候用尺量太麻烦了，也容易有误差，都是用划线器，老师傅都是自己做，过去都叫它勒子，只不过做这个东西也需要点技术。网上有热卖的是欧式这种，不便宜，我用的是 3D 打印机打印的，2款的精度都够用，也能同时记录2个数据，量出厚度，然后随便一画就是一样的尺寸。燕尾榫的这种斜线徒手画的人很少，也是一样要用工具辅助，它叫榫规，可以买这种内外不同大小的。燕尾榫的制作牵扯到很多尺寸和细节，用到凿子、榫锯、线锯一类的，需要的知识点太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也在学，所以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它也有对应的自动化加工机器，是用雕刻机在模型上洗出来的。它的成品特征里面榫头是带 R 角的，机器的速度虽然快，但榫卯间的误差太精确，反而卡不紧，很容易松动，都需要胶来辅助固定。接下来就是板材了。板材的固定常见的有底部拧螺丝、内部斜孔螺丝、2合1连接件、3合1连接件这几种，还有多米诺、拉米诺这种打孔工具和连接件都太贵了，不是大多数人用的，日常也遇不到，我们就不多说了。先说最简单的拧螺丝，老师傅图省事有直接从底部拧螺丝的，只要有加固或者有背板，稳固度也完全没问题的。沉孔加垫片，外观上也看不见螺丝帽。
我的橱柜就是这样装的。缺点是装好后立板这里就不能动了，因为它底部的螺丝你动不了，下面没空间下螺丝刀，必须把柜体都拉出来，整个倒过来才能拧。所以还有第二个选择，打斜孔从内部往下拧螺丝，这个需要专门的钻斜孔工具了，用它就能刚好钻出斜向下的孔，但就是会留下一个钻孔，影响美观。不过它也有专门的盖板进行遮掩。有 3D 打印机的话，这个钻孔工具也是可以打的。然后是2合一，2合一的固定是螺丝卡入挂扣，挂扣里面的槽是略微向下斜的，这样就能交错固定卡紧，从而实现固定。从外观也是看不出零件和拼接痕迹的，也能活拆。挂扣的槽需要用到修边机加辅助工具开，再拧上螺丝就能组装了，牢固又简单。还有这种弹力2合一的，原理和效果都类似，但这种挂扣开槽要2种深度，略麻烦些，配件也更贵。你看到这样的螺母，也就是偏心轮的，就是3合一了。3合一是指这3个配件，网购的家具很多都是用的它们。良心点的会再加个榫柱，会更牢固。有 3D 打印机的话，榫柱其实也能打的，省得买了，尺寸也能随便定义。3合一的开孔需要非常精确才行，要用到特定的工具开孔。原理是快装杆拧到侧面，拧偏心轮是会卡住快装杆的杆头。其实自己做不推荐用3合一，它做着麻烦，还没有2合一牢固。摇晃震动的时候，偏心轮非常容易松，这个轮子根本锁不死，用过的都知道。现在3合一还有个升级款，长这样的2合一，这种安装相对简单一些，一个板侧面钻个孔，装上金属套件，另一个板拧上快装杆，对准后敲击卡进去。原理是这样的，这个我刚开始接触，回头试试牢固度再分享。然后是这几年很火的铝型材了，铝型材自然也是非常适合组成框架的材料，四面都有槽，短了也有1字连接件能延长，两端用丝锥公丝后还能拧螺丝，可以固定支脚或者其他配件。用角码和专用螺丝螺母就能很简单的组成支脚，很快就能组成一个方框，牢固又方正。用3维连接件或3通就可以和另一个框组成框架了。自带的凹槽可以嵌入材料当背板，拿4个长的做立柱，一个置物架很快就能做出来。装上板材内置角，就可以放玻璃、亚克力、木板之类的当底托了。铝本身不生锈又环保，还结实耐用，租房搬家就能再拆走，当传家宝都没有问题。金属里面除了铝型材以外，光轴螺栓甚至镀锌管也是可以组成框架的，比如这种长螺栓，滚花螺母当支脚，螺母拿来当线位，木板上打上4个孔一套。用这种圆柱螺母还可以往上再延长，能做很多层，上面再放一层，一个置物架花架就出来了。顶端也有这样的圆头销，拧上之后就看不到楼纹了，非常简单就能做一个架子。注意木板用特别厚的话，钻孔时要保持垂直，不然你穿过去是歪的。可以买个或者用 3D 打印的垂直打孔辅助器来帮忙。3D 打印机有2种可以打，这2种用的都可以。简单点，找2个木块固定一起，贴着这个角往下钻也能垂直。动手能力特别强的话，也可以像我把水平仪固定在手钻上，这期有详细教程。光轴这种也是有各种固定件的，也能组合出来各种框架当置物架、花架一类的，一搜就能搜到。也有人用更粗的镀锌管做水吧台的，成品也很好看，承重也好。其他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基本上直且规则的材料加上连接件都能组成框架。理解了这些，你剩下要做的就是量尺寸、买材料配件，到货后拧螺丝打孔，固定配件组装起来而已。好了，本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